三艾阿特拉斯並沒有發生變軌，相反，它還新增出了更具彗星特徵的尾巴。我先來帶大家闢謠一下所謂的變軌。昨天有大量消息稱，全世界多台望遠鏡都觀測到了三艾阿特拉斯運行到太陽背後發生了明顯變軌。首先，這句話本身就是矛盾的。三艾阿特拉斯運行到太陽背後，地球上的望遠鏡是完全觀測不到的，怎麼可能會看到它變軌呢？因此，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天體軌道偏差的調整必須通過國際小行星中心 MPC 發布的 MPEC 軌道更新通告才能確認。我查閱了截至到今天的所有最新通告，沒有任何一條是關於三艾阿特拉斯發生軌道偏移的記錄。如果真的有變軌，全世界的天文台都會立即更新軌道解算。事實是，所有的軌道解仍與最初的計算一致。其次就是關於三艾阿特拉斯的最新發現，它從之前的反向彗尾變成了如今新的彗尾。哈佛大學著名物理學教授阿維勒布在昨晚發了一篇新的研究報告。他根據加那利群島的北歐光學望遠鏡長達3個月的觀測，發現三艾阿特拉斯從之前遠日點的反向彗尾到現在逐漸變成了正常的彗星尾巴。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反向彗尾。在經典的彗星模樣裡，太陽風會把塵埃氣體吹向彗星背後，尾巴總是指向遠離太陽的方向。但有時候，由於觀測的幾何視角與水冰碎片對陽光的散射，我們就會在自己的視覺上看到一條指向太陽的結構，這就是反尾。反尾並不是反向生長出來的尾巴，而是塵埃軌跡在視野中疊加投影出的像。事實上，在哈勃望遠鏡之前拍攝的那張高分辨率圖像中，三艾阿特拉斯就顯示出了明顯的向陽反尾。但勒布教授在之前的論文中就解釋過，這是由於三艾阿特拉斯的二氧化碳在蒸發時會把水冰碎片噴射出去，這些水冰碎片反射陽光，就造成了從我們視角看上去的反向彗尾。可為什麼三艾阿特拉斯從之前的反向彗尾又變成如今的正常彗尾了呢？這恰好是證明它就是一顆普通彗星的正常表現。當三艾阿特拉斯從遠日點逐漸靠近太陽，溫度會不斷升高，會和內部的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開始劇烈升華。這些氣體的噴射力量遠強於水冰，會在短時間內將大量的塵埃與冰塊從核表面帶出，形成強烈的噴流。此時，彗星周圍的氣體密度會大幅增加，太陽風對這些微粒的影響也更加明顯，冰塵會被迅速推離太陽方向，逐漸形成典型的遠日方向彗尾。而到了近日點附近，彗星活動就更為劇烈，水冰、二氧化碳甚至更深層的挥發性物質會同時升華，會和外層的物質如同持續噴發的火山一般向外擴散。此時，大部分塵埃顆粒已經被太陽風和光壓徹底帶離彗星軌跡，原先的反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延伸在彗星軌道反方向的明亮彗尾。簡單來說，三艾阿特拉斯從反尾到彗尾的轉變，是由溫度、物質組成與太陽風相互作用的共同結果。當彗星越靠近太陽，升華的物質就會越豐富，噴射越強，塵埃就越容易被吹離。於是視覺上朝向太陽的反尾假象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典型的指向太陽反方向的壯觀彗尾。此外，勒布還發表了相關模型論文，並且用物理方程把上述的發現量化，最終得到的核心結論是，在三艾阿特拉斯距離太陽大約3到4個天文單位處，由二氧化碳驅動釋放的水冰碎片的散射截面達到峰值，就會使反尾顯著；而在近日點附近，冰片的壽命下降，粗顆粒的相對貢獻增大，從而形成正常彗尾。這正與之前各大望遠鏡的觀測數據相吻合。所以，三艾阿特拉斯的這一切變化都可以用自然模型以及觀測數據來解釋，外星飛船的說法依然沒有數據支持。勒布教授還在自己文章的最後寫道，如果由於強烈的太陽加熱，三艾阿特拉斯顯示出天然彗星的所有特徵，它就会在它的勒布尺度上把它可能是外星文明的等級降低到2級。所以等到11月上旬三艾阿特拉斯從太陽背面出來的時候，它的具體身份或許就可以有一個明確定論了。